葬送的芙莉莲终于迎来封神名场面。在勇者死后的第29年，芙莉莲才知道，原来当初辛梅尔送给自己的那枚戒指上的净莲华花语是永恒的爱。那时候辛梅尔单膝跪地，轻轻将戒指戴在了他的无名指，将这份无法言说的爱意镌刻在此时此刻。直到80多年后，芙莉莲猛然想起，原来那时候的辛梅尔是这个意思啊。而此时芙莉莲的队伍中又加入了一个新成员赛因，他们是在森林里遇到那个青年的。赛因告诉芙莉莲，自己小时候也曾想成为冒险者，还有一个经常一起玩冒险游戏的好朋友。后来他们长大了，赛因也逐渐忘记了自己曾经的梦想，却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，好友朝他伸出手，邀请他与自己一起实现当初的梦想。但是赛因拒绝了他的邀请，并为此后悔了10年。说完这些的赛因再也支撑不住，因为此时的他正身处沼泽，求着芙莉莲赶紧救一救呀。芙莉莲这才不慌不忙地用魔法把他拽了出来。好在赛因的村子正在准备丰收庆典，就邀请他们一起参加作为谢礼。不过3人要补充物资，需要尽快赶到大一些的城镇，就婉拒了赛因。结果刚分别，修宝就被蛇给咬了一口。芙莉莲和费伦虽然都是魔法师，却不太会疗伤，无奈他们只能折返回村子，给村子里的教会祭司看了一下，没想到这毒还挺严重，要是再晚来几个小时，修宝就小命不保了。本来还不是很在意的修宝立刻吓得瑟瑟发抖。祭司告诉他们，这毒一般只有在初期的时候才有救，不过如果是他弟弟的话，或许现在也不晚。话音刚落，他的弟弟就推门进来，竟然刚好就是芙莉莲从沼泽里薅出来的那个青年。得知修宝中了蛇毒，只是轻飘飘的将手放在他的肩膀上，说了个魔法，刚刚还血流不止的鼻子马上就不出血了。原来这村子还有个隐藏大佬。芙莉莲也看出来赛因天赋异禀，祭司就想请他把自己的弟弟带出村子。原来这个祭司早已认出了芙莉莲，他脖子上挂着的那枚圣印，还是当初海塔从圣都到村子视察时送给他的，这是地方最优秀祭司的证明。但实际上他的能力远不如自己的弟弟。小时候的弟弟经常说要成为冒险者，最后却只是像自己一样，在村子里日复一日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。所以祭司想让芙莉莲推他一把，让他去见识一下外面的广阔天地。修宝和费伦也觉得队里有一个僧侣比较让人安心，芙莉莲却一直在纠结。修宝就干脆自己去找赛因了，发现这老哥一边喝酒一边抽烟一边赌博，就差没沾黄色了。他话不多说，直接邀请赛因加入他们。赛因本来想直接拒绝的，突然灵机一动，表示要是修宝能赢他一把，就做他们的同伴。最后结果可想而知，修宝输到身无分文，被扔了出来。等芙莉莲和费伦听到他的惨叫声出来一看，人已经被扒光了。一旁同样赤身裸体的赛因满脸自豪，没错，就是我干的。成年人就是这种肮脏的生物啊。说完后，赛因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，他是不会跟着芙莉莲他们一起去冒险的。如果要去的话，早在10年前他就跟自己的朋友出发了。事到如今，再谈追梦已经太晚。他的这副模样让芙莉莲想起了曾经的自己。当初师父死后，他也是日复一日在森林里修炼，直到辛梅尔带着海塔和艾冉来邀请他和他们一起打倒魔王。那时候的芙莉莲也说了一句，都事到如今了，我已经500年没和魔族实战过了。这500年来，他一直在纠结，可能追根究底是害怕和魔王战斗。反正都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现在再出发也没什么意义了吧。可辛梅尔却告诉他，我说的是现在。一瞬间，赛因脑海中浮现出了10年前好友邀请自己的画面，最终他还是拒绝了。这让芙莉莲更加确定他跟自己是同一种人，也更加确定一定要把这个人拉进队，就像当初辛梅尔做的那样。旁边费伦也去村长家里把他俩的衣服要了回来。3人暂时留在了村子里，抓住机会就去极力游说赛因。被赛因一次又一次拒绝，也没有要放弃的意思，只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芙莉莲就决定改变策略，去向祭司打听了赛因喜欢的东西。得知这小子竟然喜欢年长的大姐姐，芙莉莲当时就乐了，我不就是年长的大姐姐吗？进来看，芙莉莲色诱风流男青年，知道了赛因的喜好后，众人还没来得及商量怎么办，赛因就推门进来，一看到是他们，扭头就走。修宝连忙追上去，开始对着赛因恶魔低语，
赛因啊，你想跟年长的大姐姐一起旅行吗？听到这个，赛因可就不困了。她小时候就是为了这个才当冒险者的，迫不及待地问修宝大姐姐在哪里。身后的芙莉莲双手叉腰，在这里我可是精灵，是比你要大很多的大姐姐哦。可赛因脸上却露出了伤心欲绝的表情，然后发出暴言，这样的才不是大姐姐呢。没办法，芙莉莲只好使出了最后一招美人计，对着赛因来了一个飞吻。赛因面无表情地问他这是什么，芙莉莲还非常自豪，是飞吻哦，对小男生来讲还太早了吗？后面的修宝和费伦非常配合的羞得小脸通红，这对于他们来说确实太早了。芙莉莲对赛因的反应很疑惑，毕竟当初他对辛梅尔试的时候，辛梅尔可是当场晕了过去。赛因开口制止了这场闹剧，再一次强调自己是不可能跟着他们去冒险的。10年前他拒绝好友的时候，好友说3年后他会回来，那时候希望赛因能再考虑一下。然而现在已经过去10年了，好友一直都没再出现过，大概已经死在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了吧。芙莉莲提醒赛因，如果现在不去找他的话，不久后他一定会后悔的，会想着要是那时去找他，可能还来得及。事已至此，赛因不得不说出了自己拒绝他们的真正理由，他不能把哥哥一个人丢在村里。多年前海塔来村里视察的时候，也曾经邀请过赛因的兄长前去圣都，兄弟俩早早失去了双亲，兄长不想让赛因连故乡都失去，所以拒绝了海塔。这一切都被赛因看在眼里，所以后来他的朋友邀请他一起旅行的时候，他也因为无法将哥哥丢在村里而拒绝。这番话气得兄长直接给了他一巴掌。他从来没有因为那时的选择而后悔，却眼睁睁看着弟弟这么多年一直在后悔。他让赛因好好想想自己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。而赛因总算放下了心结，他要和芙莉莲一起走，去追那个10年都没回来的朋友。等找到朋友，他就会和他们分别。芙莉莲不置可否。休整过后，4个人就一起出发了。看着弟弟回头望过来，兄长的眼中也满含欣慰。虽然目的地不同，但他们接下来就是同伴了。没走多久，几个人就来到了一座城镇，照例留宿几天补充物资。可这天，费伦和修宝却大吵了一架，因为今天是费伦的生日，修宝却没有给他准备生日礼物。一生气，费伦说的话就有点难听了。看到修宝气冲冲的离开，赛因随口吐槽：这俩人情侣吵架吗？得知事情原委后，就开始心疼起了修宝，告诉费伦，这个年纪的男生可是会被女生的言行影响心情的，所以他还是追上去比较好。芙莉莲也这么对费伦说，但是等他在街上看到修宝时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上前打招呼。这时他注意到赛因来到了一个小摊前，赛因是在为费伦挑选生日礼物，看到了一个印着小蝴蝶的钱包，想起费伦的发饰上面也有蝴蝶，就买了这个塞到他手里。他知道费伦是想跟修宝和好的，就告诉他，想法这种东西不说出来是没有办法传达给对方的。费伦收下礼物后也想通了，在西梅尔的雕像面前找到了修宝，结果他还没开口，修宝就先撑不住了，先是真诚道歉，表示自己其实是想跟费伦一起去挑选礼物的，因为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东西，可是想着这么直接说出来的话肯定会被他讨厌，最后什么也没说。没想到被误会，他根本不想准备礼物。费伦心里最后一股气也烟消云散，告诉修宝自己是不会讨厌他的，然后为自己之前说的话而道歉。小情侣终于重归于好。有些小情侣生死相隔，而有些小情侣还在人家雕像面前卿卿我我。修宝带着费伦一起去挑选礼物，房顶上的芙莉莲和赛因看到这一幕甚感欣慰，毕竟这俩人还是小孩子呢。赛因下意识以为是芙莉莲一直在照顾他们，殊不知是费伦妈妈一直在照顾芙莉莲宝宝。两人聊着聊着就聊起了海塔。在外人面前，海塔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僧侣，但芙莉莲知道那就是个酒蒙子，冒险的时候就经常宿醉，吃饭又会挑食，把自己不喜欢的食物全都扔在芙莉莲的盘子里，还经常说谎，说自己没喝酒。可他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，脸上却情不自禁挂着笑容。这跟赛因记忆中的海塔完全不同，他看到过的明明是个温柔又可靠的老爷爷。当初芙莉莲在海塔那里住的时候，也曾经觉得他稳重了许多。海塔告诉他自己只是装成大人的样子，因为孩子需要当做心灵支柱的大人存在。
尤其是像费伦这样的孩子。而他做的这些事情，等以后去天国了，女神大人会夸奖他的。不过在那之前，芙莉莲已经摸着他的头，对他表示了称赞。现在芙莉莲也在抓着赛因的头，称赞他也是一个好大人。赛因的语气中带了点哭腔，如果这句话是一个大姐姐来说就好了。与此同时，修宝也为费伦挑选了他喜欢的生日礼物。几天后，众人就动身出发。这次他们搭上了一位商人的马车，在马车上，芙莉莲才发现了费伦的新手镯。看到那朵花的形状，他想起来自己也有一枚同款戒指，就打开行李箱开始摸索，把东西全拔出来才找到。结果刚拿起戒指，他们的马车就被一只大鸟给抓了起来，戒指也飞了出去。芙莉莲虽然厉害，却也没能掌握能让马车飞行的魔法，只能他和费伦一人带一个飞下去。至于修宝，就自己跳下去吧。毕竟当初他的师傅艾冉，不管从多高的地方自由落体，都毫发无伤。芙莉莲理所当然的以为修宝肯定也这样。此时大鸟已经要将他们摔出去了，芙莉莲立刻飞出去，在空中朝大鸟射了一炮，马车也随之坠落。好在人和马都没出事儿，就是马车被毁了个七零八落，他们只能暂时留在这里修马车。而在大家修车的时候，芙莉莲总算将自己的行李箱整理了一遍，却怎么都找不到那枚戒指。而赛因也注意到了费伦的那枚手镯，不怀好意的把修宝叫到一边，表示还以为他会更胆小一些呢，因为那个手镯的款式叫净莲华，花语是永恒的爱，在这里一般是送给恋人的礼物。修宝大惊失色，赶紧转身向费伦解释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如果他不喜欢的话，可以再补给他一个别的生日礼物。费伦却不愿意，明知道花语是什么意思，他就要这个了。不知不觉，马车已经快修好了，大概明天就能重新出发。晚上，芙莉莲一个人悄悄起来，继续在林子里找他的戒指，并且决定如果今天还找不到，就不找了。费伦察觉到后，就过来问他在找什么。芙莉莲回答说是辛梅尔送给他的戒指。一听到是这么重要的东西，费伦立刻帮忙寻找。之前在马车上的时候，芙莉莲就说过，那枚戒指的款式和这个手镯一样。他将赛因说的话告诉了芙莉莲，芙莉莲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件事，觉得赛因肯定也不知道。但即便如此，那枚戒指也是很重要的东西。费伦就去请求其他人也帮忙找找。没想到那位商人的手里刚好有一个寻找遗失装饰品的魔法，而且原本就打算当做这次旅程的报酬送给芙莉莲的。芙莉莲飞到森林上空开始施展魔法，突然想起当初辛梅尔送她戒指的场景，她随手在摊子上拿起了一枚。辛梅尔本来想让她再仔细挑一挑，看到戒指的瞬间却愣了一下，当即定下就这枚了。终于芙莉莲找到了戒指的踪迹，而那天在回去的路上，芙莉莲伸出手等着辛梅尔把戒指给自己，却见对方突然单膝下跪，温柔地将那枚戒指戴在了他的无名指上。这大概是最无私的勇者此生仅有一次的私心。他没有告诉芙莉莲这枚戒指意味着什么，但现在芙莉莲知道了。不过戒指上含苞待放的净莲华，是否还会有重新绽放的机会呢？